大家好，我 Justin 教授，今天要继续讲我上次拍的那个影集。我14岁的梦想就是来台湾为了学武术。那如果说你还没有看到这一集的话呢，我不会觉得不礼貌，我们会暂停一下，我会 link 在上面，可以先看，我会等你，不要担心。接下来要讲到我的第一天在台湾，可是讲这个之前，我想要先讲一件事情啊。我一直把这些照片拿出来，看我旧的功夫的照片，然后给我太太看，说你看我以前的身材有多么的好，你们看啊，我就 po 给你们看，你不相信，你看我这个18岁的时候身材还这个样子。我太太就一直跟我说，好了，你不要给我看了，没有看到没有吃到都不算。所以呢，但是至少我们现在有，因为现在网络是永久的哈，我这里就是放。然后各位，因为我排这些后面的故事，其实要动我的脑哈，这些脑已经是后面的快3-4年的，要把这些挖出来不是这么容易的事。所以如果你喜欢听这些外国人第一次来台湾的一些故事，可以订阅跟按赞，其实按赞到爆也没有关系啊，大家都会开心啊。我跟你讲啊，你点阅我就开心，你就开心，到最后全台湾就是开心了。现在的很多的外国人来台湾都在介绍台湾的，可是我算是老油条那你知道吗？我讲什么？现在是那种人啊，就是动不动他都不给你出来了。我在这里快3-4年，请问有没有人来访问我说关于台湾的以前的事情？都没有关系，我会解决这个问题。这里就是我所讲的那个记者来访问我们那时候的中文名字，我跟我的朋友，我师父叫我田龙啊，我的朋友叫黑豹。可是呢，我的太太她真的很笨，完了，她一直叫我地虎，我不是地虎 ，OK？我就明明不是地虎，我的名字叫天龙。为什么叫天龙？因为那时候我可以跳得很高，踢得很漂亮，所以叫天龙 Sky Dragon。我知道这个名字其实很怂，你不要怀疑，我很清楚。可是地虎什么去大便在那地虎就是 echo 嘛走在墙壁大便，哪有叫做地虎？我看起来像个地虎吗？我明明就是个田龙啊！我朋友为什么叫黑豹？因为他是偶狼，他是黑人南非的朋友。而且我觉得在1991年可以上台湾的报纸是蛮值得去炫耀。我觉得我可能到70-80岁的时候还是会记得这件事情，甚至我得到老人痴呆症，我应该还是会记得这件事情。人家来找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在知道你是有上过新闻，有这个我应该是会记得。现在有许多的外国人，当然我们是很欢迎他们来台湾，可是许多的外国人都在拍影片关于介绍台湾，以一个不是外国人的身份，就是想要这样子讲啊。如果你是住南部，尤其是台南，然后你还不记得东帝士这个百货公司，你不用讲什么关于南部的。好了，这是开玩笑，可是应该有一些我的以前的朋友或是我的观众，他们在台南应该是记得东帝士里面有什么蛋炒饭、手扒鸡，然后北门的夜市。虽然说我不喜欢讲色情的东西，但是我还记得很先不要讲好了，这个我以后再说了，这个不适合今天的话题。Anyway， 1991年到台湾，我跟一个朋友从南非来的，我们来台湾为了追梦，就是学武术。下了飞机之后，超热的，都穿了长袖的衣服。那我们是坐巴士到台南，到台南之后呢，我就可以说为什么我认为台湾是全世界最友善的国家。因为你能想象吗？第一天我们从巴士下来，根本一句话中文都不会讲，根本不知道台湾是怎么样的国家。我们只是知道我们的师父在这里，到巴士站在台南，我们就坐在巴士站里面，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，连饭店都不知道。结果有一位先生，就典型的那种工人，开小货车，小蓝色的货车，大家都知道那些蓝色的货车嘛，那个其实应该可以代表性台湾的，就是那个蓝色的货车。他就过来，他英文也几乎都不会讲，就是破破的英文。他就问我们说 Hello， can I help you？ 我可以帮你们吗？我们两个就看着他，好像他是救世主，因为我们的确是需要帮忙。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。我说我们拿这个地址出来，上面这些中文字那个我们完全看不懂，说我们要去这里。他跟我们说我先带你们去一个地方，今天晚上可以住，那你明天可以去找。所以他是真的把这两个外国人一个白人我朋友是黑人，我们一起坐他的车子去一个劳工中心。我那时候还记得很清楚，1块南非币是10块台币。我们去住那个劳工中心，一晚只要200块。
你能想象吗？200块，我那时候觉得哇，好便宜。因为你要知道，其实我口袋里面是非常的轻，我只有1000块，1200块美金左右。为了来台湾，我们的目标是来1年。想一想，哪一个白痴会拿1200块台湾为了生存的1年？这是真的无法想象。而且那时候的台湾经济就是非常的发达，所以什么东西都是贵的。快30年以前，我才满20岁。1个月而已啊。Anyway， 好了，不要讲，我太太会气死，她不想让人家知道我的年龄是多少。没有关系，不要理他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到这个老站200块，然后这已经是晚上大概9点的时候，结果进去这个地方呢，就我跟我的朋友刚好有另外一个人进来，他是 ABC， 其实不是 ABC， 他应该是 ABC， 我忘记了他什么名字叫 Tim， 因为这真的很久。反正他是从德州来的台湾人，就是美国的德州，他是去把他的爷爷的骨灰要收回来，刚好今天是清明节嘛哈，所以其实讲这个好像有一点意义。他就跟我们解释，他要把他爷爷的骨灰带回去美国。我们就问他说，你有没有认识这个师傅？你好像全台湾会认识那个师傅，这不是很 stupid 吗？这是真的很白痴。但是 anyway， 他说不认识，可是他知道这个地址，然后他跟我们说 OK， 你明天早上起来，我会带你们下去，然后大概告诉你怎么走，你可以问一些人怎么走。那时候你问人家怎么走，几乎没有人会讲英文，在台南。那个晚上我们跟他讲完之后，我跟我的朋友就想说 OK， 那我们出去找东西吃。我们已经1天了都没吃什么东西，都不知道该买什么东西，然后通通都是中文字。我们就去一个 7-Eleven， 我还记得很清楚，拿起来那些饮料几乎都没有写英文啊，但是统一的那个木瓜牛奶，我就买了1罐木瓜牛奶，喝了这个下去，好像身体又起来，就是又复活了，因为真的是已经1天了都没吃东西。所以我第一个喝的东西在台湾就是木瓜牛奶啊，这个会变成一个趋势，一个现象，因为未来的外国人来台湾，大部分的大家都很爱喝木瓜牛奶。我跟我的朋友去走在那个路的附近，然后应该是要讲一件事情啊，我觉得很丢脸。我们到公园路那个晚上9点的时候，哇塞，就车子一大堆，摩托车一大堆，好像没有人在管红灯，没有人在管什么灯啊，完全不敢过马路。我就转过去跟我朋友说，我知道为什么台湾人的功夫这么强，因为连他们要过马路反应都要非常的快。所以我们走了那一条路，就是去散步嘛，去探险。我真的是没有想到台湾是这个样子，因为你要理解，我小的时候13岁14岁的时候，那时候来学武术，我对台湾的印象是怎么样呢？就是像你们看那些功夫影片一样，就是大家都带着水啊，背在那个后面啊，然后那个牛，然后戴那种农夫的那种帽子，那种草帽。我真的以为台湾是这个样子，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地方是多么的发展。不好意思哈，因为很年轻，而且那时候没有网络这个东西啊。到台湾，我的观念只是说，这里有很多人在练武术，而且我还记得我们在走路，我们走到一个桥，然后有一个老阿伯啊，他就那时候很热啊，他就走在那边，他的衬衫是掀起来，所以肚子就露出来哈。这个在大陆叫做北京比基尼嘛，北京比基尼啊，就是台湾有的那种阿伯街嘛哈，他们走来走去就是露肚子。其实我有一些外国的朋友也是有学到这个现象，虽然说我真的是台湾人，可是我不会把我的肚子露出来这个样子哈。这个我们就觉得有点派款，卖阿伯们哈，你们肚子哈给他收好好不好？这个派款嘛哈，除非你有6块肌，你就露出来没有关系，大家会欣赏。不然如果是那种很肥的嘛哈，尽可能把它盖起来。我不是嫌弃你肚子太肥了，我要保留一点要保留一点神秘感啊，就跟女生没有关系。对，女生穿的裤子多，其实也不要穿裤子太短啊。我离题了。Anyway， so 我们看到那个阿伯走在那边，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就想说，这个人是不是有练过武术？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他就是看起来有那种雄气。其实他应该只是看那2个外国人走在那边，尤其是因为我朋友是黑人啊，这个是真的很少会见在台湾那时候。请各位记得我是从南非来的，所以其实跟那个黑人的朋友来台湾
算是蛮稀有的，真的是蛮特别的。那有的人会说，哎，你干嘛强调他是黑人？我不是要强调，但是这个特殊的状况真的是特殊的状况，那时候，所以我就是这样子说了，不然我就说跟朋友来。Anyway， 所以阿伯应该是看我们他才觉得怪，我们也觉得他的怪，为什么他肚子掀起来？他是要晒太阳吗？还是要晒月亮？可能是要用月亮来晒皮肤。如果有办法这样子做，大家都跟我看了，我皮肤实在太白了哈。Anyway， 那个晚上呢结束了之后，有一个早上我们就早起床，很早起床啊。那个 Tim 他刚还要回美国，就跟我们说 OK， 你走这一条路。所以我们拿着那张纸，请记得那张纸已经是6年了，我是14岁的时候拿到了，我一直留着在手上5年了，那应该算是宝贵的东西啊。因为我去找这个师傅呢，我跟我的朋友我们开始走路，从那个台南的公园路，那时候那个师傅住在别的地方，我们一直走了大概1个小时。每一次到一个地方，我们就问人家，给他们看这个地址，然后人家会指。可是呢，有的人是指那一边，有的人是指那一边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大概环绕了大概2个多钟头，因为好像人家都搞不懂状况。终于慢慢的靠近呢，我们终于到一个修理摩托车的店，记得那边的人都不讲英文，我们也不会讲中文，然后我就在那个修理摩托车店给大家看，就说那个人就说这里这里，那时候我听不懂他是在说什么，所以我跟我的朋友我们就走，默默的走，看着地址，然后有个人过来就看到他说这里要怎么办，因为那个是锁起来的。结果我们站在那边大概3分钟，我就看到师傅在走过来。你要记得他不知道我们要来，他已经5年没有看到我们，就说师傅是会讲英文，是破的，但是会讲师傅啊，师傅就怪就傻眼了。其实他是真的傻眼，我觉得他应该是觉得这是怎么回事，因为他认我们，他就看他没有办法把我的名字念对的，我的英文名字是 Justin， 他就念Justin, what you doing here? 啊，师傅 we want to study 功夫。很愚蠢，5年没有看到人，就莫名其妙在他的门口。你说我到底有多么的爱功夫，然后到底有多么的傻啊？我觉得比不上这个。所以呢，我们的第一天是真的找到师傅。太太那个小孩，然后师傅说 OK， 上去，那我们就上去他的公寓里面，坐在那一边，我们跟他说，师傅，我们是要来跟你学功夫这样子。他听一听，然后再看着他用严肃的脸，他说好，那我们先去吃午餐。所以第一天师傅就叫了计程车，我们就去一个海鲜的餐厅。这是我第一个餐在台湾，就是去一个海鲜的餐厅。师傅叫了一堆海鲜鱼，那时候我还在吃肉嘛，现在吃素，搅了一些鱼啊等等，我们就吃了。我觉得第一天吃的台湾的食物还觉得还 OK， 后面我会讲到很多很不 OK， 但是那一天 OK。结果呢，最傻眼是我吃完那个鱼之后，我的整个眼睛都肿起来，变粉红色，我像 ET 一样。我发现那个鱼跟我有另外一种鱼在南非是对它有过敏，有特别一种鱼，所以都会肿。然后师傅看我，他说What's wrong? Are you okay? 我眼睛都肿起来了。我说师傅 Don't worry， 我多喝水，这个过个2个小时就会退了。我应该是对那个鱼有过敏就是用粗糙的英文来给他解释。他说好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不 care， 我开心的要命啊！我们终于找到他。吃完第一次的餐厅，就是对那个鱼有印象，其他的没有什么印象啊，因为我只是要来跟他学武术。那个下午就回去他的公寓，然后他说我这里有个房间，先给你们睡，然后我们再讨论关于未来要学武术的部分。所以我说好啊，谢谢师傅。我们的床就是完全就是木头的，没有任何的垫子放在床上面，我们就是放一个 sheet 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就是睡那种旧的木床，很热。他就给我们一个破破的旧的风扇。那个晚上我就热到我晚上起来，我去浴室拿一杯冷水，我躺在床上，我泼那个水在我的身体的上面，为了可以睡得着。所以那就是我的第一天在台湾，就是找到师傅。我想第一天的故事就结束，后面还会很多台湾的第一个事情。